生姜最适宜的种植土壤环境就是一个弱酸到中性的土壤，像这个 pH 值，也就是在6到7左右，是相对最好的。但是连续种植几年以后，那么这个地块呢，病虫害便会大面积的发生，尤其是姜瘟病。所以说呢，连续种植几年以后，我就建议呢，你要去改种别的作物去进行换茬，或者说呢是到没有种植生姜的一个地块呢重新种植。为了生姜取得一个高的产量，那么在播种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摆法最有利于高产呢？因为我们很多农户他在摆放姜块的时候呢，是直接将这个姜块呢就是竖到这个泥土里面了。像这个姜芽呢，它是一律在朝上的。我呢是不提倡这种方法去播种的，因为你在扒这个老姜的时候，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而且呢是特别的容易伤根，操作很不方便。也有一部分农户呢是将这个姜种呢就是倒过来这样的一种方法，虽然说呢是有利于收获老姜，但是呢却不利于幼芽的出土，从而呢影响一个产量。最正确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平摆去进行播种。如果呢你在种植的时候是以东西向开始进行开沟的，就是东西向进行开沟的，那么这个姜芽呢，一律就是朝向这个南边呢去进行摆放。如果说你以南北方向进行开沟种植的话呢，这个姜芽呢，一律就是朝向这个西部去进行摆放。在摆好以后呢，最好我们把这个姜种呢是往下再给它按压一下，顺便呢从姜笼上呢再抓一把湿土，然后呢盖住这个姜芽，以防止呢日灼伤这个幼芽。所以说，为了姜芽的一个高产量，那么播种呢也是很讲究科学的。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平摆播种最好，也是最有利于你的高产的。在种植生姜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农户在培土以前，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习惯性的使用大量的肥料，而且呢随即施完肥以后呢，就开始去浇水，这样的一个习惯。在培土以后，他就不再进行追肥了。这一部分农户，他的观点是什么呢？认为培土以后，生姜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了生长，那么在培土以前，我所使用的这部分肥，完全的可以去供应那么地下根茎的生长和膨大。其实呢，想要生姜的高产，这种方法呢是万万不可取的。因为生姜它的根茎膨大的时候，才是生姜需肥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我建议呢是以高钾肥为主，1亩地的量可以使用25公斤的高钾肥就可以了。最好呢再配合使用20公斤的腐熟性的饼肥。你像这个饼肥就是包括棉子饼啊，或者是花生饼，以及是豆饼都可以，只要是发酵腐熟就可以了。到9月份的时候，为了防止一个早衰的现象，我们呢最好再进行一次追肥。这一次追肥也就是纯粹的为了防止后期的一个早衰的现象，我们呢就可以单独的使用10公斤的腐熟饼肥，再配合使用10公斤的高钾肥。本期呢我们讲了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在培土以后，最好是要进行追肥的，而且呢最少需要2次的追肥，那么种植的生姜才会有一个很高的产量。好了，感觉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呢，请直接点击关注。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光头傅老师。自从上期讲了关于生姜的一个姜瘟病以后，有些农户呢给我发过来了一些照片，或者是向我咨询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不对，所以说本期呢就和咱们种植户去聊聊。有些种植户还是对生姜的姜瘟病和枯萎病是分不清楚的。
两者到底有没有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最直接的区别就是说呀，姜文病它在发病的时候，根茎发病的部位有一个明显的臭味，而枯萎病没有这个臭味。另外一个情况，姜文病在烂的时候，它呢首先是从里边先去烂，然后呢再向外部去延伸延展，并且呢你去挤压，那么根茎这个发病部位很明显能够看到有乳白色的这个菌脓会流出来。但是呢枯萎病没有。枯萎病呢它是一种青叶。农民朋友在鉴别的时候，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鉴别出来的，一个气味，另外一个看有没有菌脓。姜文病呢因为属于是细菌性的一种病害，而枯萎病它属于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在防治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防治方法。那么对于姜文病的防治，我上一期呢已经去讲过这样的一期视频，想要了解的农户呢，你可以直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这一期呢，我们就区分出来姜文病和枯萎病的区别以后，我们就来讲一讲怎么样的预防枯萎病。对于枯萎病的防治，已经知道了是真菌性的病害，在防治上要对症去下药，可以去选用多菌灵、甲基硫菌灵，然后去进行灌根。每隔3天呢，灌一次就可以了，最多呢，每隔3天灌一次，一般连用2到3次就可以。希望这两种方法让你能够很快的去区别出来姜文病和枯萎病的区别，在防治上呢，最起码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好了，如果你感觉到傅老师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在下方点个赞吧。在一次种植交流会上，认识了一位种植大姜的高手，他叫冯伟。每年他种植的大姜产量基本上都在15000斤左右。冯伟说道，种植大姜除了合适的土壤、水利条件以外，最关键的就是大姜水肥的管理。水肥做好以后，在大姜稳产的基础上做好高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如何做好大姜的施肥呢？除了施足底肥以外，大姜的施肥可以分为3个阶段，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前期少、后期多、少食多餐的施肥方法。具体的做法是在大姜苗出畦后第1次施肥，因这个时期大姜生长缓慢，可以施肥量小一点，每亩使用尿素10公斤，再配合生根类冲施肥一起使用，既能提升大姜的根系生长，又能迅速提苗。那么第2个时期呢，是在大姜已经达到3个以上的分枝时，这个时期就要加大施肥量了，可以采用20公斤的尿素、5公斤的硫酸钾进行冲施。第3个时期呢，是大姜已经达到了5个以上的分枝时，正是地下根茎快速膨大期的时候。这个时期，种植户可以采用硫酸钾10公斤、尿素20公斤。这个时期最好分2次追肥施入。另外，为了提升土壤肥力，在每次冲施肥料时，冯伟讲，他都会加入一些微生物菌剂，这样呢，不仅能提升肥料的利用率，同时对预防病害、提升土壤的通透性都有好处。大家对冯伟的大姜种植施肥方案认同吗？点击视频下方关注，以后每天都有新的农业信息推送给你。张村呢有一个人叫张国富，邻居们都称他为种姜神人。张国富被称为种姜神人，不是说他的种植技术比别人高多少，产量高多少，而是他对大姜的销售价格分析有一套。张国富不是每年都种大姜，但是呢，只要他开始种，当年大姜的收购价格肯定不会太低。张国富很少出远门，常年待在家里面。为什么说张国富每年都能预测出大姜的收购行情呢？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张国富，刚开始他并不想谈自己的预测方法，不过一口小酒还是让这位50多岁的山东大汉打开了话匣子。张国富能够准确分析出当年大姜收购价格的法宝，实际上就是通过当年大姜的种植面积来确定的。种植面积大了，价格肯定是低的，相反呢，价格会提升。不过有人会问，
他不出门，又怎么能准确掌握出当年的大姜种植面积呢？这就是张国富的聪明之处。他的分析依靠的是每年大姜种植之前大姜种子的销售价格。如果大姜种子价格高，说明供小于求，说明种植的面积肯定是加大了。相反，到了销售季节，收购价格肯定是变低了。同时，张国富讲到，如果冬天出现恶劣天气，因大姜种子保存不好，同样也会出现种子上涨的情况，这就要区别对待了。大家对张国富的观点认同吗？点击视频下方关注，以后每天都有新的农业信息推送给你。